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net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期视频来和大家分享我最近新入手的美妆品，还蛮多的，有 Chanel 的限量眼影盘，还有我最近特别爱用的 Byredo 的这个限量的大眼影盘，迪奥的新款都非常好用，这边还有一盒。还有 NARS 今年的节日限量，还有 Sephora 前一阵打8折我买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，然后还有我最近新入手的非常喜欢的这个5合1的美容仪。今天要分享的产品非常的丰富，希望做一期轻松愉快的视频，就像我这件衣服上写的 Happiness is 快乐，就是和大家分享我买到好东西时候的快乐。那今天要说的这些产品，好用的不好用的都会和大家分享，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先来说我最近新入手的美容仪，我一定要来和大家展示一下它们的包装，非常的精美有质感，一个很大的盒子，打开之后它先是有一面很大的镜子，然后就是这个美容仪啦。这个美容仪来自 Matrix，之前和大家分享过他们家其他的产品，是来自日本的一个美容仪器的品牌。这次入手的是一个5合1的美容仪，这个产品是林志玲代言的，就更加的吸引我。一个是女神的代言，而且我觉得应该是适合一定年龄的皮肤，对于熟龄肌应该也是很有效的。而且它是一个全能型的产品，别看它是比较小巧，然后也很轻便的，它集5大功能于一身。它这两边2个头分别有不同的功能，这边呢长得就像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激光脱毛仪的样子，它也是一个光疗的模式，然后可以有2种光选择，一个是 GPL 叫强脉冲光，针对黑色素，然后可以针对皮肤的泛红，然后暗沉，有一个祛斑，让皮肤更透亮，肤色更均匀的效果。这个 GPL 光是这款美容仪最吸引我的一点。那我之前也用过其他的美容仪产品，这种光照类的更多的是一个提拉的紧致的作用。那这款美容仪除了提拉紧致之外，还有美白亮肤的作用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特别我是干皮，还蛮经常长斑的。然后另外一种光呢是 NIR 近红外光，就可以在皮肤深层提供一个热能，刺激胶原蛋白生成，有一个提拉紧致的作用。我现在用这款产品大概不到2周，而且它有5个功能，我每天用一种。用到这2种光的功能呢，现在次数也没有那么多，所以现在还没有特别明显的效果，但是使用感受是很好的。首先这种光疗呢，它会产生热能，但是这个头它是有冷却技术的，所以用在脸上完全没有灼热感。然后它有3个 level 能量可以选择，我现在都是在用 level 1， 感觉还蛮好的。然后另外一边呢是长这样，这个头有3个功能，一个是 EMS 微电流，这个也是 Matrix 家的产品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技术。微电流呢就可以刺激脸部的肌肉，有一个提拉紧致的作用。我觉得这个微电流的即时效果还蛮明显的，它有10个档，我现在刚从第1档用起，觉得作用就已经蛮明显的，用在脸上是一个酥酥麻麻的感觉，觉得在这个作用下是有一个提升紧致的作用，有一定即时效果的。然后还有是一个离子导入的功能，我觉得这个功能也是效果看得见的。我最喜欢的是一边敷面膜一边用这2个功能。用完这个导入的功能，我觉得面膜好像干的比以前更快了，就是精华吸收的更快了，而且拿下来之后留在脸上的精华液残留好像也少了一点，就是更多的都吸收进去了。那当然也可以对于其他的护肤品也会很有效，可以让我们的护肤品能发挥更大的效果会更好。然后最后一个功能呢是深层清洁，这个功能每周我觉得用1到2次就可以了。再来看一下这个包装里还有什么。这个说明书非常重要，它写的非常详细，建议大家在使用前一定要认真阅读。
我就是因为没好好读，然后不小心把 DPL 和 NIR 功能在同一天不小心用在了一起，后来发现这2个功能在同一天不建议一起使用，所以这个说明书把每一种模式的功效、使用方法、注意事项都写得很清楚，然后也给你安排了就是不同功能组合每天可以怎样搭配使用，然后还有一个电源线。这个产品是需要插电使用的，不是无线的。然后还有一盒化妆棉，那这个化妆棉是用在这一头的，它有这样一个环儿，靠这种磁吸的方式把化妆棉可以吸在这儿。先把化妆棉用化妆水或者精华水给它打湿之后，再用 EMS 微电流导入和神经清洁的时候搭配化妆棉使用，也是可以像我刚才说的搭配面膜来使用，我是更喜欢那样用的。然后还有一个眼罩，就是在用这一头DPL 和 NIR 2种光的时候可以戴这个眼罩，但是我觉得就闭眼使用就 OK 了。总之我觉得 Matrix 这款 MyRay One 5合1美容仪，它的作用非常的全面，从这个角度来说性价比还蛮高的。我也找品牌要了一个立减100的折扣码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然后来说我最近新入的彩妆，首先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个 Byredo 的限量眼影盘，它是 Byredo 每年出的限量的18色的眼影盘，据说每年这个限量款都特别火，尤其是去年价格炒到很高，但去年那个配色我觉得不是很日常，所以即便再火我也没有心动。但今年的这款都是很实用的大地色，就更加日常，所以我就入手了。那这18个颜色，这边9个都是中性偏冷的大地色，然后这边9个颜色是暖色调的那种红棕色。这是手背上的试色，可以看到除了这个红色有一点艳丽之外，其他颜色都是很好驾驭的，即便这酒红还有偏砖红的颜色，注意好用量，控制好范围的话，都是蛮好用的。那对于我这个暖黄皮秋季型人来说，其实这边暖色调的红棕色是在我的舒适区里，这边偏冷色调的棕色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画，注意一下范围啊、手法啊，也是可以画的很好看的。所以这盘我觉得还是很日常、很实用的。那我也是第一次买 Byredo 他们家的彩妆，他们主要是做香水的嘛，然后也出眼影、口红，我之前都没有入过。那这次入了这盘眼影，让我非常的惊喜，它的粉质非常非常的好，很细腻，摸上去有点湿湿糯糯的，涂上是很好晕染的粉状的眼影，而且发色度也是很好的，即便是最深的这种颜色，它也完全不飞粉，我觉得这个品质是在彩妆品牌里数1数2的了。这盘在品控上唯一的缺点就是眼影容易脱盘，像这边有一颗昨天就差点不小心掉出来，所以我现在都要控制一下角度。那除此之外，这盘眼影的粉质、配色，包括它的包装都是超级棒的。那这款眼影叫图书馆，它是一个镜面的包装，当然很容易收集指纹，上面是这种书页的设计，就很特别，也很有格调。这盘眼影虽然卖115美金，但是它有18个颜色，而且是意大利制造的，粉质非常好，然后也很日常实用，所以我还是很推荐的。然后是 Chanel 前一阵出的纽扣眼影，是今年秋季的限量。这次的限量做的实在是太美了，每一款压纹都很漂亮，很有质感。我一开始看图片真的是有 all in 的冲动，但后来冷静了一下，因为每个还挺贵的，一个4色眼影要卖80多美金，这样看来是不是刚才那个 Byredo 18色的卖115，这个价格好像还可以接受。所以最后我就选了2盘，都是比较适合暖调肤色的。一个是最安全的这款219，是一个很适合秋冬的大地色，然后还有一个239是带紫色的这一盘。
那这两盘我肯定是更喜欢棕色的这一款，特别是在我的肤色上，这几个颜色真的是随便涂就很好看，很容易就可以画出一个很深邃的眼妆，也是特别适合秋冬的这种浓郁的棕色。但是 Chanel 眼影的缺点呢，就是不是很显色，特别是拿刷子的话就更不好上色，用它自带的海绵棒上色效果会更好一点。而且这款眼影呢，它几个颜色拉的不是很开，下面这4个颜色是219，这3个颜色差距其实不是很大，在眼睛上的区别呢就不是很明显，所以这盘不会画出一个特别明显的层次感，但是与之相对的优点就是不容易出错，就是一个很和谐的棕色。然后另外这一盘它看上去红红紫紫的，被戏称为印度配色，但是可以看到它的上色其实是很清透的，特别是这个紫色是很温柔有点梦幻的清透的紫，然后每个颜色都还蛮清新的。但这盘我现在还没有上眼，不知道效果怎样。不过说实话，这2盘我根本不舍得上眼用，都不舍得试色，要不是为了拍视频试色，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感受，我真的可能就把它们放在一边，就是静静的欣赏收藏了，因为压纹真的很漂亮。然后是迪奥最近的新品，我都非常喜欢。首先是这款液体腮红，我直接入了3个颜色。他说叫液体腮红，但没有其他品牌的液体腮红流动性那么强。它的质地是很浓稠、偏干的那种泥状，但是是很好晕开的。晕开之后是雾面的感觉，像是皮肤透出来的好气色，而且这个颜色也都非常的可爱。我入了3个颜色，上面的这个是01号，它是我觉得最安全的一个颜色，是暖调的粉色，不会出错。然后中间这个是05号，是卖的特别好的一个颜色，虽然在瓶身里看着是一个挺艳丽的粉色，但是晕开还是蛮清透的这种粉，而且这种粉色其实上脸它有一点膨胀感，还是蛮显可爱显年轻的。然后最后这个是07号，偏棕的一个颜色，更适合秋冬，这种深色也是有收缩感的。这3个颜色上脸都很好看，发色度很好，也很持久，而且用着也很顺手。我试过先在手背上稍微晕开一下，然后拿刷子上，也试过直接把这个腮红涂在脸上，然后晕开，都蛮好用的。而且我也试过在用完散粉定妆之后再去晕开，也不会破坏底妆，所以这个腮红用上去还是感觉挺不错的，非常推荐。然后还入了一块迪奥的粉状腮红，是一个限量色732号，它在盘子里看就是一个很嫩的粉色，然后在手臂上试色就是非常的不显色，涂了好几遍都看不太出来。这个颜色就有点像 NARS 的 Sex Appeal， 就是在盘子里在手臂上试色都是很不显色很淡的，但是这种颜色上脸就很好看，会有那种膨胀的效果，打在面中让它看着有点蓬蓬的感觉，很显年轻显可爱，而且这个颜色很浅，也不容易手重。然后是迪奥新出的细管唇膏，我也非常喜欢，它的包装很漂亮，是这种漆光的，它是这种细管唇膏，这个唇膏的形状也蛮特别的，下面有一个小尖尖。然后这款唇膏它的质地是偏厚的，很油润的质地，而且发色很饱满。我买的这个色号是222号，就是很日常的一个裸色，我今天涂的就是这个颜色，然后也不会特别浅，还蛮提气色的。而且这款唇膏让我特别惊喜的一点是，我本以为这种质地这种发色就不会持久，但是它真的不沾杯哎，你看基本上不掉色，它掉的是表面的那层油，颜色还很好的保留在嘴上，这一点就让我更喜欢这款唇膏。我本来 Sephora 打折的时候还想再入2个颜色，结果特别快就断货了。我觉得那个168还有390号都很好看，下次 Sephora 打折我一定会再入手。
然后是 NARS 最近新出的节日限定，这次的包装特别漂亮，是和一个时装设计师的联名，都是这种蓝紫的色调，很梦幻的感觉。我入了一个6色腮红盘，一块粉饼，还有一支唇膏。先来说这个6色腮红盘，我觉得是蛮值得入手的。这6个颜色里有4个是腮红，其中中间2个是 NARS 最经典的高潮和深喉。那这2个颜色我当然很早就拥有了，但我那2块没有15年也有10年了，早就不能用了。那这次出的这个腮红盘还蛮有诚意的，给了2个最经典的颜色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值得入的。然后旁边这2个粉色调的好像是这2年新出的2个颜色，下面的这个粉色是很淡的，虽然它有一点偏冷，但因为它比较淡，其实各种肤调还都是蛮适用的。涂在面中有一个膨胀的，蛮显年轻可爱的感觉。但是这一块粉色我觉得亮片好像有点太多了，可能更适合当做高光或者用来打亮眼头啊、卧蚕啊会更适合一点。这块古铜我还蛮喜欢的，或者可以当做一个收缩色的腮红，它的颜色是比较淡的，并且不发黄也不发红，上脸是蛮自然的，有一点点阴影的感觉，这个不容易下重手，涂上是蛮自然的感觉。然后这块高光色我没有很喜欢，我觉得它有一点太实了，就不够清透，有点太白了，需要拿刷子多晕染一下才会比较有透亮的感觉。但总的来说，这块6色腮红盘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入手的，腮红、修容、高光都有了，然后橘色调、粉色调都有了，并且也都是蛮适合各种肤色的。中间2块还是最经典的颜色，所以我觉得这盘还蛮有诚意的。6个颜色卖60美金，价格也合适，而且包装非常漂亮。这个我觉得是推荐的。NARS 这个系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块粉饼，它就是 NARS 最经典的大白饼的粉质，然后是粉、蓝、黄3色的一个粉饼，这3个颜色都很淡，所以上脸不会有颜色，而是让皮肤有一个提亮透亮的感觉。那像我黄2白的肤色很容易有暗沉感，看到这种产品就非常感兴趣。蓝色和黄色是对比色，有去黄的作用，粉色能让气色好一点，然后这个淡黄色也可以让肤色更明亮。这块粉饼用下来我觉得效果特别的好，很明显的让皮肤有一个提亮的感觉，同时 NARS 大白饼的粉质非常非常细腻，几乎没有粉感，所以上脸也不会显得厚重，而是有一个提亮的感觉，我非常喜欢。然后这款我很推荐大家入手，一个是它是限定色，平时是买不到的，平时只有大白饼，然后它的限定包装也非常美，很推荐。我还顺手入了这个系列的唇膏，包装也蛮好看的，色号是829。从这个唇膏的膏体来看，还有在手背上的试色来看，都是一个很好看的日常的裸色，但是上嘴那个颜色实在是太浅了，浅到像是生病的样子，非常的丑。这个唇膏我不推荐，会把它退掉。最后是我在 Sephora 买的几样，也有一件 NARS， 是 NARS 新出的这个多用涂棒，说是可以当做腮红、口红和眼影，它的质地蛮特别的，涂上去的感觉是膏状，但是把它晕开之后，它马上就变成了干爽的粉状。然后我入的这个颜色是 Dazed，我觉得当做腮红的话，这个颜色还蛮日常、蛮自然，还挺好看的。但是当做唇膏的话，就太浅了，有病入膏肓的感觉。我还没拿它当眼影试过。我觉得这种多用涂棒吧，就是如果其中一个用途不是很理想的话呢，就不是很值得推荐，而且这个腮红的颜色也没有说很惊艳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般。我很推荐的是伊利亚新出的这款腮红，它的粉质很丝滑，很细腻，摸上去有点像烤粉的感觉，
但是比烤粉的质地要更加的细腻，上脸的效果也非常好，很自然的，然后晕染的很好的一款腮红，也显得气色非常好。我选的色号是 Flutter， 是一个蜜桃色，适合暖调的肤色。那这款腮红我觉得包装有点寒碜，像是开价的感觉，但是腮红本身是很好用的。然后还入了一个 Haus Labs 的腮红棒，上次 Sephora 打8折，我入的那个颜色叫 Glossy Pomelo， 是一个偏粉的，比较适合春夏的颜色。然后这次入的颜色叫 Glossy Ginger， 是更日常的裸粉色。不仅适合秋冬，是一年四季都很适合的一个很日常的又百搭的裸色，会是有一点点偏棕调吧，就是更成熟的一个颜色。我觉得比上次那个颜色要更好看，更日常。我还蛮喜欢 Haus Labs 的腮红棒，蛮好用的，就是涂上很好推开，然后又是带有光泽感的。作为腮红补妆的话也是很方便的产品。终于到最后一块腮红了，是 Summer Fridays 新出的这个腮红膏，叫 Blush Butter Balm， 它是很油润的这种质地，这个颜色在盘子里看挺好看的那种玫瑰色，在盘子里看着深，然后晕开还是很清透的颜色，而且是有光泽感的那种。这个颜色我还没有上脸用过，在手背上的试色还挺好看的。但是 Summer Fridays 它不是做化妆品的，它是主要做护肤的，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会不会持久度差一点，但看上去还不错。然后这个包装干干净净的，挺好看的白色，但是特别容易脏，就是手上有点化妆品的残留啊，就特别容易蹭在上面，现在都不白了，这个我不太喜欢。然后还入了一支 Prada 的唇膏，色号是 B107， 我现在嘴上涂的就是这个颜色，它是一个带棕色调的粉色，有棕色那种高级感，同时也是很日常很好驾驭，也很显气色的，非常适合黄二白的肤色。而且 Prada 唇膏的质地是那种很轻薄清透的雾面质地，所以涂上嘴是很自然的，特别适合刚才那款迪奥的细管唇膏相比，它看上去存在感没有那么强，没有那么厚重，所以在素颜或者淡妆涂我觉得都挺合适的。它的颜色是蛮显高级的， Prada 唇膏的包装还有口红本身的造型也是很高级很有设计感的，所以这款唇膏从包装到颜色都很好看，我觉得还蛮值得入手的。最后要说的是 Natasha Denona 最近新出的粉底液叫 High Glam Foundation， 很多美妆博主推荐都说很好用，我也买回来试试看。那它叫 Hydrating and Blurring Longwear Radiant Serum Foundation， 就是保湿柔焦持妆有光泽感的精华粉底液，听上去是蛮全面的，我觉得用下来感觉一般吧，就没有硬伤。对于干皮来说，保湿力是够的，然后柔焦效果也有，持妆力的话我不确定，因为干皮本身也没有什么持妆的问题。我觉得它的光泽感并没有很强，可能是因为它的遮瑕力比较高，是中等偏上的遮瑕力，让我觉得它是有一点厚重的粉底。我不需要特别高的遮瑕，我喜欢偏轻薄清透，然后光泽感强一点的粉底，所以这个在我脸上我觉得粉感会有一丢丢重，特别是你后续再加遮瑕呀、提亮啊、散粉定妆啊，就会觉得更厚一点。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不知道这个色号我选的对不对，我是盲选的 Y2， 听上去像是适合黄二白的一个肤色，因为我总觉得它带一点绿调，适合橄榄皮的样子，就感觉上脸虽然白吧，但不是特别的亮，好像就哪里怪怪的。但我又一直没有机会去试真正适合我的那个色号，因为我去了2家 Sephora 店，当然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店面，都没有这款粉底的试色。所以我想干脆就把它退了算了，反正这个粉底本身我也没有特别喜欢。
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妆购物分享啦，希望这期视频你看得开心，给我点个赞，然后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